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，真的是让我这个从业20多年的老红娘都感到惊讶。这个故事里有文化差异的碰撞，有误解的产生，也有最后的反转和共识。故事的主角是来自上海的姑娘小雨和台北的小伙子阿翔。小雨今年28岁，是上海某知名外企的市场总监，年薪50多万人民币，容貌姣好，气质优雅。由于工作忙碌，再加上眼光比较高，直到28岁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。阿翔今年32岁，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主管，月入10几万新台币，家境殷实。父母都是大学教授，在台北市区有2套房产。阿翔性格温和，为人踏实，但因为专注于事业，感情经历也不多。两人是通过我这个红娘认识的，说起来也是缘分。小雨因为公司业务需要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台北之间，她想着既然经常来台湾，如果能找个台湾对象也不错，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我。而阿翔的妈妈是我的老客户，一直想给儿子介绍个贤惠懂事的姑娘。听说我这边有大陆的优质女孩资源，就托我帮忙留意。丽姐，我对对象没什么特别的要求，只要性格合得来，三观一致就行。小雨在和我的第一次交谈中说道，我经济独立，不需要对方养我，但希望他能尊重我的事业，理解我的工作压力。阿姨，我想找个能理解我，能一起生活的伴侣。阿翔则表示，我不在乎他是哪里人，只要真心相爱，愿意共同经营这段感情就好。听到双方的要求都挺合理的，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会互相欣赏，就安排了他们见面。第一次见面是在台北一家颇有名气的咖啡厅。你好，我是小雨。小雨穿着一身得体的浅色连衣裙，妆容精致但不浓艳，举止落落大方。你好，我是阿翔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阿翔穿着简单的衬衫和牛仔裤，看起来很舒适自在。初次见面，两人都有些拘谨，但随着聊天的深入，话题越来越多，气氛也逐渐轻松起来。没想到你对上海这么了解，小雨惊讶地说，连我们那边的网红店都知道。阿翔笑了笑，工作需要嘛，我们公司也有上海的客户，去过几次。我挺喜欢上海的，现代化程度很高，夜生活也丰富。台北也很不错啊，虽然没有上海那么繁华，但很有人情味，生活节奏也没那么紧张。小雨也由衷地赞美道，第一次见面聊得很愉快。两人很快就约了第2次、第3次，从咖啡厅到电影院，从夜市到郊游，两人迅速熟悉起来，并且发现彼此确实有很多共同语言。我觉得小雨真的很不错，事业心强但不强势，温柔但有主见。阿翔在给我的反馈中这样评价，阿翔是个很体贴的人，虽然不像上海男生那样会各种甜言蜜语，但是做事很靠谱，也很尊重我的工作。小雨也对阿翔印象不错。就这样，两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，开始了跨海恋情。小雨每个月都会来台北待上1周左右，其他时间则通过网络保持联系。这样的恋情持续了3个月，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丽姐，我和阿翔聊了结婚的事情。某一天，小雨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语气中带着些许犹豫。哎呦，这么快就谈婚论嫁啦？恭喜恭喜，我很为他们高兴。但是小雨欲言又止，有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和阿翔说。什么事啊？我好奇地问。就是彩礼的事情。小雨有些不好意思。我知道台湾好像没有彩礼的习俗，但在我们老家这是很重要的传统。我爸妈也一直问我这个事情。哦，这事儿啊，我了然地点点头。确实，台湾这边结婚一般不谈彩礼，更多的是看男方家庭条件，比如有没有房子，存款够不够买房或装修等等，但具体的彩礼金这个概念确实不太一样。那我该怎么跟阿翔说呢？万一他觉得我是因为钱才跟他在一起的怎么办？小雨很是担忧。实话实说呗，阿翔是明事理的人，应该能理解文化差异。我建议道，不过你们先好好沟通一下对婚后的规划，比如是定居上海还是台北，或者两边跑，这些更重要的问题。小雨听了我的建议，决定找个合适的时机和阿翔好好谈谈，机会很快就来了。那天阿翔带小雨去了阳明山郊游，在风景如画的地方，阿翔单膝跪地向小雨求婚了。
小雨，这3个月的相处让我确定，你就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。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，但我相信我们的爱足以跨越这些差异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阿祥拿出一枚精致的钻戒，真诚地问道。小雨感动得泪流满面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两人在阳明山上拥抱亲吻，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他们2个人。当晚，两人在一家高级餐厅庆祝。酒过3巡，小雨觉得是时候了，深吸一口气，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彩礼合约。阿祥，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。小雨小心翼翼地说。我知道台湾可能没有这个习俗，但在我们那边，结婚是要有彩礼的。我爸妈的意思是希望彩礼能有50万人民币。阿祥的笑容僵在了脸上，他缓缓放下手中的酒杯，看着小雨拿出的那张纸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彩礼合约4个大字，还有具体的金额50万人民币。什么？50万彩礼？阿祥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8度，引得周围的食客都看了过来。他赶紧压低声音，但语气明显冷了下来。所以这就是你答应我求婚的原因？为了这50万？不是的。小雨急忙解释，彩礼在我们那边是传统，是表示男方对女方的重视和对这段婚姻的承诺。传统？阿祥冷笑一声，我们交往3个月，你从来没提过这个所谓的传统，却在我求婚后立刻拿出一份合约。这就是你的真心？你怎么能这么想？小雨也生气了，我答应你是因为爱你，彩礼只是一个形式而已。形式？50万的形式？阿祥摇了摇头，眼中满是失望。我还以为你和其他拜金女不一样。拜金女？小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阿祥，你太过分了。我自己赚的钱一点也不比你少，我需要靠彩礼生活吗？我只是尊重我们的传统，尊重我父母的意愿而已。那你有没有尊重过我？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阿祥反问道。在台湾，我们注重的是2个人的感情和共同的未来，而不是用金钱来衡量婚姻的价值。哦，是吗？小雨也不甘示弱。那你知不知道在台湾，女方家庭通常会准备多少嫁妆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结婚，我爸妈要出多少钱来支持我们的生活？你以为只有你们台湾人讲究感情吗？两人的争吵越来越激烈，最后阿祥愤然离席，丢下一句我需要时间考虑就离开了餐厅。小雨独自一人坐在那里，泪水模糊了她精心化的妆容。当晚，小雨辗转难眠，一遍遍回想着今晚的争吵。她知道自己可能操之过急了，但也委屈于阿祥的误解。第2天一早，她就给我打了电话，哭诉整个事情的经过。丽姐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真的很爱阿祥，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失去他。小雨抽泣着说，哎，你们啊都太急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彩礼这个事情确实是大陆和台湾的文化差异，需要好好沟通，不能硬碰硬。可是阿祥现在不接我电话，也不回我信息，给他点时间冷静一下。我安慰他，阿祥是个明事理的人，等他气消了，你们再好好谈谈。就在我和小雨通话的同时，阿祥的妈妈也给我打来了电话。丽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阿祥昨晚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问他也不说。今天早上出门前只说他可能搞砸了。阿祥妈妈担忧地说。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阿祥妈妈，她听完后沉思了一会儿。说实话，我倒是能理解小雨的想法。阿祥妈妈说，虽然现在台湾已经没有明确的彩礼文化了，但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女方家庭确实会对男方有一定的经济要求，只是现在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罢了。比如说房子要在哪个区，车子要什么品牌，这些都是变相的经济门槛啊。是啊，我附和道。而且大陆那边的彩礼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完全是女方拿走，很多都是用来购置新房、新车或者婚礼开销的，这是一种家庭对新婚生活的共同投资。我明白了，看来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误会。阿祥妈妈叹了口气，我会和阿祥好好谈谈的。2天后，阿祥终于联系了小雨，约他出来见面。小雨，对不起，我那天反应过激了。阿祥诚恳地道歉。我妈妈跟我解释了彩礼的意义。我现在明白这是你们那边的传统，我不该那样说你。小雨眼眶湿润，我也要道歉，我应该事先和你商量，而不是突然拿出那份合约。
我真的不是为了钱，我爱你是因为你这个人，而不是因为什么物质条件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阿祥握住小雨的手，我也爱你，不管有没有彩礼。不过我确实需要了解更多关于大陆婚俗的事情，毕竟如果我们要结婚，这些都是要面对的。小雨点点头，我也想更了解台湾的婚俗，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对方的文化。就这样，两人冰释前嫌，决定一起面对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。在我的建议下，他们约了双方的父母视频见面，让长辈们也互相了解一下。视频会面那天，气氛一开始有些尴尬，但随着交谈的深入，两家人逐渐熟络起来。阿祥家长，你们好。小雨的父母热情地打招呼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你们好。阿祥的父母也友好地回应，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你们。小雨真是个优秀的姑娘。寒暄过后，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婚事上。关于彩礼的事情，小雨爸爸首先提出，这在我们老家是传统，主要是表示男方对女儿的重视和对婚姻的承诺，不过具体数额是可以商量的。我们理解。阿祥爸爸点点头。虽然台湾现在已经没有明确的彩礼习俗了，但我们尊重你们的传统。不过我也想说明一下，在台湾，男方家庭通常会负责提供婚房和大部分婚礼开销。说到婚房，阿祥妈妈接着说，我们家在台北市区有2套房子，我们打算把其中1套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他们，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听到这话，小雨父母惊讶地对视一眼。在上海，1套市区的房子至少也要几百万人民币，这太贵重了吧？小雨妈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这是我们的心意。阿祥爸爸笑着说，房子是留给孩子们的，本来就是应该的。那彩礼的事情，小雨爸爸欲言又止。这样吧，阿祥提议道，彩礼我会按照你们的传统准备，具体数额我们可以再商量。但我希望这些钱能用在我们的新生活上，比如装修新房或者办婚礼。这个提议很好，小雨妈妈立刻表示赞同。我们当然不会把彩礼据为己有，这是你们2个人的钱，理应用在你们的新生活上。至于结婚后定居在哪里，小雨爸爸问出了一个关键问题，你们有什么打算？小雨和阿祥对视一眼，阿祥回答，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。考虑到双方的工作，我们打算先在台北定居，但每年会有3到4个月在上海。我已经和公司谈好了远程办公的可能性。没错，小雨补充道，我的工作本来就需要往返两地，而且我们公司在台北也有分支机构，我申请调过去的可能性很大。双方父母听完都点点头，表示理解和支持。其实，关于彩礼这个事情，阿祥妈妈若有所思地说，我查了一些资料，发现大陆不同地区的彩礼习俗差异很大。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彩礼金额相对较低，更多的是象征意义。但在一些农村地区，彩礼金额可能高得惊人，甚至会给男方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。没错，小雨爸爸笑着解释，我们上海市区确实不太看重彩礼的具体数额。之前提的50万，主要是参考了亲戚朋友的做法，怕太低了显得我们不重视这门亲事。如果阿祥觉得有压力，完全可以商量。我个人觉得，阿祥爸爸说，与其纠结于彩礼的具体数额，不如考虑如何让2个孩子过得更好。对，孩子们幸福才是最重要的。小雨妈妈深表赞同。通过这次视频会面，两家人对彼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也消除了一些因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解。会后，小雨和阿祥都松了一口气，感觉婚事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。丽姐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小雨兴奋地跟我分享这个好消息。如果不是你在中间调解，可能我和阿祥的事情就黄了。是啊，丽姐，谢谢你。阿祥也表示感谢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也意识到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有多重要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笑着说，这就是我们红娘的职责嘛。不仅仅是介绍2个人认识，更重要的是帮助你们跨越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雨和阿祥积极筹备婚礼。阿祥拿出了30万人民币作为彩礼，这个数额是双方协商后确定的，不会给他带来太大的经济压力，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婚姻的重视。而这笔钱按照约定全部用于新房的装修和婚礼开销。小雨的父母也很大方，准备了价值不菲的嫁妆。
包括一辆豪华轿车和价值20多万的珠宝首饰。没想到大陆女孩的嫁妆这么丰厚，阿翔妈妈惊讶地对我说：我们台湾这边女方一般只会准备一些家居用品和少量的首饰。是啊，我笑着解释，现在大陆很多家庭，特别是城市家庭，女儿出嫁时都会准备相当丰厚的嫁妆。这既是对女儿的疼爱，也是为了在新家庭中有一定的地位和话语权。半年后，小雨和阿翔在台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两家人都非常满意。婚礼上，我作为红娘也受邀出席，看着这对新人幸福的笑容，我也由衷地感到欣慰。婚后，小雨成功调到了公司台北分部工作，而阿翔也经常陪她回上海探亲。两人的生活虽然偶有摩擦，但总能通过沟通和理解化解矛盾。丽姐，我要感谢你，不仅是因为你介绍我认识了阿翔，更是因为你帮助我们跨越了文化差异这道坎。婚后1年，小雨特意请我吃饭，向我表达谢意。是啊，丽姐，阿翔也说，如果当初我们就这样分手了，那真的是太可惜了。现在想想，那些所谓的文化差异，其实只要有心沟通，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最重要的是你们彼此相爱，愿意为对方做出改变和调整。我欣慰地说，这才是婚姻长久的基础。通过小雨和阿翔的故事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台湾和大陆婚恋文化差异的思考。首先，彩礼文化是大陆和台湾最明显的差异之一。在大陆，特别是一些传统地区，彩礼是男方必须准备的，金额从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不等，因地区而异。而在台湾，虽然历史上也有彩礼的传统，但现代已经淡化了，更多的是看重男方的整体经济实力，比如有没有房子、车子等。其次，关于婚后的居住安排，在大陆很多地方还保留着从夫居的传统，即女方嫁到男方家所在的城市或地区。但在台湾，这种观念相对淡薄，更多的是根据双方的工作和生活便利来决定。再次，对于婚姻的态度，台湾社会整体较为开放，对于离婚、再婚的接受度较高，而大陆，尤其是一些传统地区，还是比较看重一次婚姻一生幸福的理念。最后，关于门当户对的观念，这在两岸都存在，但表现形式略有不同。在大陆，可能更看重双方家庭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，而在台湾，除了经济条件外，家庭的教育背景和价值观也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。但无论如何，爱情和婚姻的本质是相通的。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，愿意相互理解、包容和支持，那么任何文化差异都可以克服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认为，跨文化婚恋虽然充满挑战，但也蕴含着无限可能。因为它能让两个人接触到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，从而丰富彼此的人生经验，让婚姻生活更加多姿多彩。当然，成功的跨文化婚恋需要双方都付出比普通婚恋更多的努力。你需要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，尊重对方的传统习俗，同时也要有足够的包容心和耐心来面对可能出现的各种误解和冲突。就像小雨和阿翔一样，他们最初因为彩礼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，甚至一度面临感情破裂的危机。但正是通过坦诚的沟通和相互的理解，他们不仅化解了这个危机，还让彼此的感情更加深厚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小雨笑着告诉我，现在阿翔比我还懂大陆的风俗习惯了。每次过年过节，他都会提前查好应该准备什么礼物，连我爸妈都直夸他贴心。是啊，阿翔也笑着说，小雨也很快就适应了台湾的生活方式。他现在的台湾腔普通话说得可标准了，我妈每次听了都忍不住笑。看着他们幸福的样子，我也不禁感慨，爱情的力量真的很伟大。它能让人愿意为对方改变，也能让人在改变中找到更好的自己。对了，丽姐，我们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小雨突然神秘地说，同时和阿翔交换了一个眼神。什么好消息？我好奇地问，我们要当爸爸妈妈了。两人异口同声地宣布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太好了，恭喜恭喜！我激动地说，什么时候预产期？明年春天。小雨幸福地抚摸着自己尚未明显隆起的腹部。那到时候是在台北生还是回上海生？我问。我们打算在台北生，阿翔回答。但会请小雨的父母过来一起住一段时间，
这样他们也能帮忙照顾孩子和小雨。这样安排很好。我点点头。对了，那孩子是跟爸爸姓还是跟妈妈姓？当然是跟爸爸姓啦。小雨笑着说，这是传统嘛。但我们打算给孩子取一个融合两地文化的名字。阿祥补充道，让他从小就能感受到双重文化的魅力。好主意。我由衷的赞同，孩子会成为连接两个家庭、两种文化的纽带。就这样，小雨和阿祥的爱情故事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。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只要两个人足够相爱，任何困难都能克服，任何差异都能融合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是丽姐，今天的相亲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希望小雨和阿祥的故事能给大家一些启示。在婚恋中，文化差异确实可能带来挑战，但只要心怀理解和包容，这些差异不仅不会成为障碍，反而会让你们的感情更加丰富多彩。如果你也正在经历跨文化恋爱，或者对两岸婚恋文化有什么疑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尽力帮助大家解答。最后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告诉大家，小雨和阿祥的宝宝已经出生了，是个可爱的小男孩，取名陈牧阳。牧代表接受阳光雨露的滋养，阳则象征着阳光和希望。这个名字既有台湾人喜欢的自然气息，又有大陆人偏爱的阳刚之气，真是两全其美。孩子满月时，两家人欢聚一堂，其乐融融。看着小雨和阿祥抱着孩子的幸福模样，我不禁再次感慨，爱真的能跨越一切障碍，包括我们看似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。好啦，这次真的要说再见啦。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